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聊 iPhone 内置 App， 该轮到 TV 了。TV App 这个又是一个特别爽快，没有中文翻译，所有中国人都能看得懂啊。这是 TV 是啥？这个可以简单的聊一聊背后的故事了。又回归我们聊天的感觉了。我记得在 iPhone 里面最早啊，这个 TV App 并不叫 TV App， 而是叫视频。那它其实也是脱胎于 iPod。那这个地方如果想更多了解的话，可以回看一下我之前做过的音乐 App 那一期节目啊，我们有聊到了 iPod 这款产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MP3 数字音乐随身听啊，我尽量用一个长长的词把它解释清楚。随着当年这个随身音乐播放设备的发展，从磁带到 CD， 然后再到 MP3， 我们曾经有一个瓶颈期啊。如果你经历过那段时间，你应该能够记得，就是大家总会觉得这 MP3 已经卖了这么多年了，咋没有 MP4、MP5 呢？在这个 MP3 没落下去的，我说的这个 MP3 不是文件格式啊，而是那个音乐播放器。在它没落下去的最后的那2年，还真在市面上就出现了 MP4 跟 MP5。其实大部分还是概念上的炒作了。你可以理解成呢，就是能够播放视频的 MP3。其实 iPod 这款产品，我记得从它的经典款的第5代开始，就可以有视频播放的能力了。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那么小的屏幕上，那屏幕才有多大呀？2寸还是3寸啊？就没有手掌那点大，那点小屏幕上面，而且屏幕的显示素质也不是很高。我记得当年的 iPod 系列是先推出了一个叫做 iPod Photo 的一个产品，那款产品现在在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全新未拆封的，容量是60个 G。它为什么叫 iPod Photo 呢？那当然你从名字上看它是能显示照片了，就是你可以在 iPod 那么小的一个屏幕，就是如果大家对 iPod 没概念，你总会对诺基亚手机有概念吧？就是在诺基亚那么小的手机屏幕上看照片。你还别笑，当年还真有人在那上面看照片。诺基亚当时是可以拍照的，不但能拍照，这照片还能打印出来呢，就是清晰度差一点而已，但是不影响识别你拍的是谁啊。就是还挺有趣的，就是那你去想看，但凡能够支持照片，就要求什么？它这个屏幕你至少得是一个彩屏吧，你不能再是黑白屏了。最早的手机或者 iPod 都是黑白屏的嘛，因为没必要啊，你就听个音乐，上面显示一下你现在播放的是什么歌，电池还有多少，播放到几分几秒，快进快退就行了。那你为啥要彩色呢？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好像也不得不往里塞这个功能，对吧？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瓶颈，你一定要让 iPod 呀、像诺基亚手机啊这样的产品先变成彩屏，能显示照片，然后再往后呢，能播放一些像鸡肋一样的视频。那么这只有走过这一步，它才能够奠定现在大家在 iPhone 上看视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基础，或者市场的基础，或者是培养消费习惯的基础。那最早的 iPhone 上为什么不叫 Apple TV， 不叫 TV App， 叫视频 App？ 其实那也很简单，就是它也是脱胎于我们的 iPod， 因为当年 iPod 可以放音乐，能播放视频了，那 iPhone 当然也要能播放音乐、播放视频。那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不是最早的 iPhone 播放视频的这个功能，其实也集成在 iPhone 里面的那个叫 iPod 的 App 里面？当 iPod 改名了，改成了 iPod App， 改成音乐 App 了，那视频咋办呢？就又出来了一个叫视频的 App。这个我没有刻意的去求证啊，但是我猜测应该有这么样一个演变的过程。那视频 App 在当年就是负责你把一些电脑上的视频传输到 iPhone 当中，那它可以在 iPhone 上去播放一些视频。
那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功能其实没啥人去用了，我与其这样用，我不如下载一些第三方的播放器，然后去传输一些视频，在飞机上看或者在哪儿看。再不济呢，我就是直接下载视频内容消费类的软件，某某视频某某视频是吧？下载完了之后，我充个会员，然后我离个线，也能看。像 YouTube 不也是吗？也不太会就是传输了，除非你特别追求这个音视频的品质的，你才会把那个下载下来的高清的或者 4K 的这种4K， 那其实你要上传到 iPhone 上，你 4K 也没啥意义啊，是吧？就传过去。但是在当年呢，其实连高清视频还都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把视频传到手机里面还是有一定量的需求的。那个时候视频网站也没有那么的流行嘛。所以那个时候把视频从电脑想要传到 iPhone 上去看，对不起，您还得遵循 iPod 的那个传输理念，就是电脑跟手机是母子关系，你只能通过电脑上一款叫做 iTunes 的软件去传进去之后呢，你这视频还删不了，要删呢，只能是在电脑里面选择不同步，或者是在电脑里面把这个视频删掉，然后再同步一下。然后这个子机发现母机，这样说好奇怪啊，就是这个卫星发现总部没了，然后这个卫星才没啊，就大概这么意思吧，大家能够理解就好了啊。这个是早年的这个视频 App， 然后到后来视频 App 变成 TV App 是为什么？其实是为了呼应 Apple TV的硬件的推出，以及后面的 Apple TV Plus 视频电影订阅的推出，然后打造一个全平台的视频播放体验，才把它改成了叫 TV App。但是即便是我做视频做这期节目的2024年的7月， TV App 仍然可以实现利用 iTunes 传输一个本地视频过来的功能，仍然可以实现。当然如果你用的是 Mac 电脑，现在可能不是用 iTunes 了，而是直接用访达，就是 Finder 去传。但是 Windows 电脑你还是用 iTunes 去传，只不过很少有人用而已啊，相信还是有人在用的，特别是有这个视频收藏习惯的人。但是这有个不好，就是会占用你手机的容量嘛，这是一个。那从另一个产品线的角度来去看 TV App， 其实是和 Apple 的一款硬件对接到一起的。这个硬件叫做 Apple TV， 而叫做 Apple TV 的这个硬件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还是没有上市的状态。那 Apple TV 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我说机顶盒应该每个人都知道了。你早年是用这个有线电视的，但是现在其实即便你用有线电视也要需要一个机顶盒了嘛，就是线连到机顶盒上，机顶盒连到电视上啊，是这种数字时代就是需要这么一个数模转换设备。那 Apple TV 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机顶盒，它跟可能大家熟悉的小米电视什么这种小米电视盒子这种，现在其实这个也用的人不多了吧，类似你可以理解成 Apple 的电视盒子啊。那么玩法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因为没有在中国上市，所以基本上呢 Apple TV 上面你可以看的都是一些海外的平台居多。中国大陆内地的这种视频平台它也没有必要在 Apple TV 上上市，因为即便你在 Apple TV 上上了，国外的用户也本来也就看不了国内的这些视频平台。所以Apple TV 这个产品在中国大陆就算你买回来呢，如果你不去申请一个海外的 Apple ID 的话，你登录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在这个比如说你海淘回来了一个 Apple TV， 你登录了你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之后，这 Apple TV 只能让你同步点 iPhone 的照片在电视上看看，然后实现一个隔空播放的功能，也就是说把 iPhone 上的我们国内俗称叫投屏嘛，有这么一个功能。但其实现在投屏这个功能，你但凡买个智能电视都默认自带了，虽然说可能稳定性会差一点，但是完全能用啊。所以其实 Apple TV 还在国内蛮尴尬的。但是呢，如果您是
有能力的啊，我说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至少你有一个海外的 ID， 并且你有这个财力，而且也有这个消费意愿，愿意去花一笔钱来订阅 Apple 的这个叫做 Apple TV Plus、Apple TV 加的这个视频服务的话，那我其实还是蛮推荐的，因为 Apple TV Plus 这个视频流媒体服务，它是真的是极少数的一个能够在中国大陆你不用利用任何特殊手段直接就能看的。它只需要你有一个支持这个服务的国家或地区的 Apple ID 就可以了啊。当然你要有相应的付款方式，但实在不行你可以充值卡呀，你可以买充值卡啊，去充值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愿意折腾的，对这个感兴趣的，喜欢 Apple 的产品跟服务的，包括当然最重要的是有点财力的啊，家里有一台电视或者好的显示设备的，你如果之前还没有体验过，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想办法去弄一个新款的 Apple TV 这个电视盒子过来，然后想办法注册一个推出了 Apple TV Plus 服务的这个国家地区的 Apple ID， 然后去享受一下 Apple 的这个 original 的影视服务、影视串流服务，那个上面还是有蛮多优秀的电影和剧集供大家去欣赏的。而且非常好的一点是，这些资源几乎全都是原声自带中文字幕的，而且绝对是高标准的 4K 和高标准的 HDR 格式啊，包括最完美的支持空间音频。所以如果你是 Apple 全家桶 HomePod 对吧， Apple TV 或者是你AirPods Pro 或者是 AirPods Max 这样的设备都有的话，我觉得你一定得有一个 Apple TV，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那对于 Apple TV 来讲，这款硬件它也是经历了一些产品的迭代跟发展的。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像 Mac Mini 那么大的一个盒子。如果不知道 Mac Mini 的话，您上网搜一下啊，是一台Apple 的迷你型电脑主机。它最早一款是那么大的，而且它里面是真的内置了一块电脑上的机械硬盘的啊，实现的功能都差不多。我记得最早它因为当时还没有 Apple 自己的流媒体服务嘛，它应该只能看 iTunes 上面购买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这种东西，当然放音乐也可以的。那再往后下一代的呢，就是变成现在这种黑色的小盒子了，就完全变成闪存了。然后里面的 Apple TV 的系统也不断的更新，你也可以有 TV 版的 App Store， 然后可以下载一些第三方的视频平台进去，当然应该不包括中国啊。然后再往后不断的在硬件上面去革新，比如说支持 4K 啊，支持 HDR 呀，最新我比较喜欢那功能，支持用 iPhone 校色，而且 Apple TV 是可以原生的让 HomePod， 就是 Apple 自己的这个WiFi 智能音箱，它可以原生的让 HomePod 作为就是 Apple TV 的发声设备，而不通过电视那两个小喇叭发声。那这种情况下给你带来的音频体验也是非凡的。那自从推出了 Apple TV Plus 这个服务之后，其实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其实 Apple TV Plus 里面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你之前没有加入过，现在刚刚加入，其实里面精彩的一些内容你是可以眼花缭乱，可以用这个来形容。当然啊，没有奈飞那么多啊，这也没有迪士尼 Plus 那么多，毕竟是一个最晚起步的嘛。如果你要问我 Apple TV Plus 里面的内容好不好看，怎么样呢？我只能说因人而异。它和奈飞不一样，因为奈飞呢，其实它起家，它是一个就是录像带租赁公司，或者说 DVD 租赁公司起家的，所以它其实所有业务都是专注在
影视这一块儿。那么当他自己去拍摄一些原生的影视作品的时候，他也比较敢拍，他也比较大胆啊。他拍的内容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吸引观众的眼球的这种内容比较多。但是 Apple 原生的内容，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收敛很多。它当然也有像这种侠盗类的、剧情类的、科幻类的类别是全都有的，但是它更多的是，比较适合那种喜欢平淡的风格，需要有看完之后会引发你深入思考，或者会带给你一些感动的东西。它不那么追求纯粹的感官刺激啊，我只能简单的描述到这里啊。那网上我也看到过一些评论说，其实 Apple 的主要的内容投放方还是 iPhone 啊，就是 Apple 生态圈里的这些用户。那如果把内容放的太追求感官刺激，一方面是跟公司的价值观不符，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真的是用户太多，要考虑到小孩子啊各种，所以这种情况下，万一觉得有点低俗等等吧这种哈，然后就直接会对 Apple 的硬件产品，像手机、电脑这种，也带来一些负面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好。当然，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个是我看过网上的一篇文章有这么说，就是在这里分享给各位。所以对于 TV 这个 app 来讲，它其实是有足够的历史，一路发展过来的，可以追溯到大概20多年前，没太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欣欣向荣、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式去发展。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也是觉得服务和内容永远要比硬件更重要的。当然，如果你问 Apple 官方，永远会是什么都重要啊，他不会这么跟你说。这个就比较具有个人色彩的一些评论了。当然，我不是说硬件不重要，硬件也重要，但是相比于硬件，我觉得软件才是灵魂嘛，所以以上是这款 App 我能跟大家聊和分享的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